说起来，蓝忘机一直等我写完才开饭的吧，还递湿巾给我，简直和梦里那个等我回家的织布机一模一样。蓝忘机对别人也这么好吗？人际关系里交集太少，无从判断。哎，太可惜了。虽然这场暗恋注定没有结果，但是看在蓝忘机等了我这么久，潇湘居又这么好吃的份上，包好的虾尾在干净盒盖上整齐地码成一排，又被魏无羡推到了蓝忘机的手边。蓝忘机夹菜的手一顿，略带疑惑地望过来，魏无羡便十分无辜地眨了一下右眼，无声比口型道：“给你包的。”蓝忘机，魏无羡继续比口型，浪费可耻。蓝忘机轻轻叹气，到底把虾吃了，这就对了，虾肉不蘸汤就没那么辣。魏无羡心满意足，视线难免追着虾走。蓝忘机原本的唇色很淡，但吃下虾竟染上了一抹明艳，这让魏无羡心中怦然而动，同时警铃大响。他连忙挪开视线，不期然又注意到了对方有些泛着红的耳根。啊，这是害羞吧？不可能，骗人！我只是包了几只虾，别多想啊。蓝忘机，我绝对不是因为有什么企图才包的，也不是因为旷课另算，但是，因为一只虾就害羞也太犯规了吧？天底下还有这么纯情的物种吗？有吗？魏无羡在心里捏了个小人，捶胸顿足，呼天抢地，可惜拯救不了快从喉咙里蹦出来的心悸，只好装作呛住了，拼命大口灌水，并借此掩盖几乎烧起来的脸颊。他不敢再多看蓝忘机，从而也就忽略了对方也默默喝光了一大杯水这个小细节。没错，蓝忘机只是被辣着了。魏无羡装模作样咳了一会，水杯空了，他正好逃出会议室接水。再回来时，蓝忘机已经放下筷子，问他还吃吗？魏无羡好容易冷静了点，这回脑海又轰然炸了锅，一大群小八个倒胡乱扑腾，大叫着红了，耳朵红了，还红着，可爱。他害羞，是害羞。魏无羡指挥着脑海里的小人，狠狠掐死了那只大叫可爱的小八个，淡定道：“我吃好了，谢谢招待。”蓝忘机点点头，快速收拾饭盒，桌布折成小块，和残羹剩饭一起打包。魏无羡想帮忙，可惜对方动作太利索了，几乎一眨眼的功夫，会议室已经变回了原本的整齐洁净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抽张湿巾擦擦会议桌，勉强不算纯围观。他这边努力清理每一滴油星，却听蓝忘机道声再见，再一抬头，人已经走远了。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，旷课另算，还能不能商量？魏无羡连忙把东西往垃圾桶里一抛，道：“等等，你不能走啊呀！”魏无羡拔腿就追，可蓝忘机腿长又走得快，等他好容易追上了，已经出了办公楼，在通往教学区的路上了。魏无羡气喘吁吁道：“喂，叫你半天了，你就不能停下等等我吗？”蓝忘机不速半点不减，道：“不能。”魏无羡：“啊，为啥？”蓝忘机：“赶时间。”魏无羡：“你下午有课？”蓝忘机：“好吧。”魏无羡加快了步速，和蓝忘机保持一致，道：“那就边走边说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蓝学长，你不能替姜老师扣我的平时成绩，这是越俎代庖。虽然姜老师这2周出差了，可这门课的最终决定权应该在他手里。”蓝忘机：“是出席分。”魏无羡：“好吧，出席分。说法虽然不一样，但对我说来说本质没区别，都是姜老师的学分。虽然你作为代课助教可以有部分决定权，可扣学分终究是你的个人决断，换成姜老师未必是同样的答案吧？这明明是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你把详细情况告诉姜老师，请他直接决定。”魏无羡小算盘打得啪啪响，姜丰棉是谁呀？是他爹魏长泽的发小兼铁哥们，过命的交情。如果是在家，他是称对方为干爹，而不是姜老师的。虽然不至于包庇溺爱，但肯定不会他计较这一点学分。毕竟姜老师对他那个天大的赌约一清二楚，并且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支持他的一方。为了这个赌约，他必须保持高分值和全勤，越完美的成绩单越有说服力。
蓝忘机，事实确凿，何必打搅教授？魏无羡，别急着拒绝呀，我可以跟你打个赌，如果他不扣，你就把成绩给我加回来，坚持扣分算我输，给你打工3天，打水打饭，甚至让我帮你做实验都没问题，怎么样？没想到蓝忘机完全不为所动，道：无聊。魏无羡，什么无聊？我看你该不是怕了，不敢跟我打赌吧？是男人就赌一把，赌不赌？蓝忘机，不赌。魏无羡，你……他顿了一下，缓下语气，又道：这样吧，你就打个电话嘛，不管成不成，我都给你打工，这总行了吧？蓝忘机总算看了他一眼，道：我不明白。魏无羡，哪里不明白？尽管问，我保证知无不言。蓝忘机，出勤只占0.5个学分，不影响毕业。魏无羡眨了眨眼，心道：你不明白呀，我也不想让你明白，反正说了你也不懂。他一开视线，又清了清嗓子，道：那个，咱们就别一直讨论学分呐、毕业什么的了吧，又不是应届生，我离毕业还远着呢。蓝忘机，魏无羡，你看我也没用，看路啊，看前面，咱们可以聊聊天气，聊聊花花草草，你看那棵树不就挺绿的吗？至于花，算了，这里也没什么花。所以，蓝学长，电话到底打不打呀？这次，蓝忘机连话也不肯答了，直接加快了脚步。魏无羡忙快走几步追上，道：哎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别想跑。哎，你倒是慢点啊。蓝忘机不理睬。魏无羡灵机一动，如果蓝忘机也翘课，那和他不就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谁也跑不了了。看蓝忘机还有什么立场克扣他的出席分，心动就立刻行动。碰瓷这一招他从小到大对爹妈朋友用了无数遍，无往不利。于是他一个箭步抢到蓝忘机身前，拉出大约半个身位的距离，左脚绊右脚，一个趔趄就要往地上躺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他几乎成功的前一瞬，衣领一紧，浑身一轻，竟然被蓝忘机揪着脖梗提溜了起来。单手。魏无羡，蓝忘机，别闹。魏无羡，蛙学长你好威风啊，单手举铁多少公斤？有那么一瞬间，魏无羡在蓝忘机的眼中捕捉到了一丝不耐烦，虽然微不可及，但一下子触动了他的自尊心。他像被冒犯了似的张牙舞爪，从蓝忘机的魔掌下挣脱，道：你先离我远一点，别动手动脚。蓝忘机暴毙停下脚步，道：你到底要做什么？魏无羡现在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了，绝对是不耐烦。蓝忘机竟敢对他不耐烦，不管这点情绪隐藏得多好，不管说话语气多如常，能问出这句话，除了不耐烦之外，没有第二个解释。魏无羡心说：老子要生气了，生气的后果很严重。